大革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专有名词，也叫国民革命。这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歌。那时候在黄埔军校的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误入私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在黄埔军校的校园里，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军校的领导和教官。共产党人真诚地投入了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中，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共产党人也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伴随着国民革命的进程，始终存在着一股破坏国共合作的暗流。在复杂的形势中，共产党人该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获得应有的政治权益呢？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总结1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在中国共产党4大召开不久，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包含着深沉而博大的情怀。他说：“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在苏联来华的代表人物中，孙中山最钦佩的就是鲍罗廷。他协助孙中山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为开办黄埔军校、争取苏联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继续为贯彻中山先生的3大政策努力着。此时的蒋介石尚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外围。在国民党1大召开期间，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没有当上1大代表。就说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吧？他的代表的形成，是吧？一部分是由各个省的推荐，一部分由孙中山这个圈定，是吧？那么这些代表里边，无论从地方来讲，从孙中山圈定里边都没有蒋介石，是吧？人们就提出一个疑问，啊，这个为什么蒋介石连个代表当不上？因为蒋介石在那个时候，在1大的时候已经很有影响了，啊，已经代表孙中山到苏联去访问过了，是吧？那么在军事上还有地位的，为什么代表当不上？1956年，台湾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讲到了1923年底，蒋介石带孙逸仙博士访问团从苏俄访问回来后的
一件事情。他那苏俄在中国，那么书里讲的，他在我是吧没去苏俄之前，乃十分相信苏俄对我国民革命的真诚的援助，啊，但是到了苏俄一看，他说给我们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运动三民主义完全不是一样的，是吧？思想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回国以后呢，给孙中山写了一个邮报书，他自己回家去了。后来见到孙中山一再的催促，别人一再催促，叫他赶快到广州去。他曾经希望孙中山改弦更张是吧？就不要采取联俄容共的方针，是吧？孙中山没接受。孙中山认为蒋介石的思想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让他去办黄埔军校时，还专门要他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而蒋介石到任不久，却借口经费无着落，回老家了。因为蒋介石这个人呢，是吧？这个能力很强，有性格，是吧？跟人关系处不好，特别是跟那粤军的将领处不好关系，是吧？那么就溜回家去，是吧？反复做工作。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多次辞职，独对其辞黄埔军校一职不能忍受。他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军队的亏，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撂挑子不干，确实伤了他的心。说他迟迟不来，孙中山比较着急。大概从我们现在看电报大概有10多封电报，其中有4次派出人去请蒋介石来履任。后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封很长很长的信，意思是吧？有些人围着孙中山身边转，是吧？你总理是不是真正相信我呢？国人信任我或？当蒋介石就说感觉到实在推脱不掉的时候，也赶到机会来了的时候，这时候来上履任。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建校宗旨里说，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大开学的时候，这个典礼大会上，你知道照片非常经典。也就是说，中山先生站在正中，一边就是这个宋庆龄女士，这一边就是廖仲恺先生，边上挎指挥刀的那才是蒋介石。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介石为军事部秘书。这是他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蒋介石后来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单独召见我。虽然以后总理也叫我担任过若干重要的工作，但他从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那么，蒋介石是怎样走上权力高峰的呢？机会来自一件特殊的事件。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而身亡。刺廖案是国民党右派公开打击左派的一次重要行动。当天，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鲍罗廷提出，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这3人中，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的职务。鲍罗廷的这个建议为蒋介石进入核心
提供了机遇。要为需要，要为上顾，要为需要。他利用这个突然降临的权力，密切配合汪精卫，迅速果断地解决了与廖案有关的人物。胡汉民因被怀疑同此案有牵连，离开广州；许崇智因处理廖案不力，被劝离广东。他主管的军事权力由蒋介石接替。就这样，蒋介石向权力中心迈出了决定性一步。1个月后，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2次东征，任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把指挥部开设在火车上。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抱负大了。我曾经访问过他的秘书，就黄埔医生的苏文新先生。这个时间毕业以后，在蒋介石的司令部担任机要参谋，也就是蒋介石的贴身秘书的这么职务。他专门讲说，蒋介石是在这个火车上就把地图打开，就指挥整个的作战。他指挥整个作战的时候，就这个火车，因为他当时的火车不像现在那么平稳，作战的茶杯就倒了。倒了以后，这覆水难收啊。就说哎呦，这好像感觉到这个不太激烈，好像有一个东西就说这个话，蒋介石就没说，他说没问题，说将来整个中国都是我，就那么一个话，好像很简单的话，但你反映出他当时他的抱负。第2次东征，东征军于1925年11月全歼陈炯明残部，获得了全胜。汪精卫、谭延闿在贺电中用词热烈地祝贺蒋介石说：“我兄见此伟功，承总理未尽之志，立广东统一全局，树国民革命威声，凡属同志，莫不亲为。”显赫的军功让蒋介石声誉陡增。1926年1月，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2大代表。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蒋介石又几乎得了全票。宋庆龄在讲话中也赞扬东征胜利后的广东形势，说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蒋介石从一大时的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这一年他40岁，外表看也已经是很有城府的样子。毛泽东也出席了国民党2大，并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一年他33岁。此前不久，1925年10月，他被汪精卫推荐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时的广州已是是非的漩涡。1925年11月，谢池、邹鲁等国民党少数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非法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1届4中全会，非法决定订立国民党中央，公然与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相对抗，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共产党人担任的中央职务，史称西山会议派。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分裂活动该怎样应对，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1925年11月21日，在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一份调查表中，毛泽东毫不讳言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但由于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所以要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寥寥数笔便说清了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他还写明自己职业是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家乡韶山的小路记下了他的足迹。一般认为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自然注重农民问题。其实建党初期，毛泽东主要在城市忙革命工作，关注的是工人运动，怎么顾得上农村呢？1925年初，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回家乡养病。当时正值农闲季节，他串门聊天，与农民接触的机会一多，便有了新发现。他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的阶级斗争，这次回湖南才体会到了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和杨开慧等人奔忙起来，利用祠堂、族校办起农民夜校，建农民协会，还在韶山中的老屋里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正是从此时起，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这年9月去广州之前，毛泽东又来到橘子洲头。此时的他风华依然，但已告别书生意气。面对奔腾不息的滔滔湘江，他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叹，抒发到中流击水浪遏非洲的勇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章《沁园春·长沙》，显示出一股扭转乾坤、改变命运的力量。大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考验着人们的政治胆识与智慧。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毛泽东便站到了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前列。12月5日，由他主编的《政治周报》正式创刊。在发刊理由中，他宣称，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他们怨愤之余诅咒、重伤、污蔑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反攻。他把自己寓所当作编辑部，1个月里连续发表了20多篇杂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表面上国民党2大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分别给予警告以致开除党籍的处分，却忽视了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提防，为蒋介石进一步夺取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历史赋予这艘名舰太多的信息。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22年，陈炯明叛乱事件发生后，危难中的孙中山就是登上此舰，与叛军顽强斗争，长达55天。1年后，
孙中山又特意登上此舰，与官兵们一起拍下这张合影，作为留念。1924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赴北京共商国事，携夫人从广州出发时，乘的也是这艘军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此舰更名为中山舰。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在珠江上的一次航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当天，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格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奉校长之令，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可是，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有过调舰的命令。一时间，谣言突然四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要用中山舰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领事馆，软禁苏联顾问，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说当时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当天晚上他有个讲话，他把学生召集在一起，他说校长现在不可能告诉你全部，再过多少年以后，你们会从我的日记当中可以看到这一幕。但我们现在蒋介石日记我们看到了，他看到以后发现他也没讲清楚，没讲清楚的问题根结这个地方就在于，他把他的政治抱负推向于全国政权，推向于两党之争，他认为他的心腹大患不是他们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右派之争，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决战，说这样才有了中山舰事件。接着，为了从国民党领导机关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党权，1926年5月15日，在国民党2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抛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提案要求，中共中央要把在国民党内的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保管，共产党在各级党部中的人数不能超过1/3，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中央党部的领导职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给党员发的一切指示必须先交联席会议通过。蒋介石振振有词地对鲍罗廷说，问题的关键是合作形式，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还说碍于总理的策略，自己不愿主张分裂，只好勉强做一些限制的规定。鲍罗廷根据斯大林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指示，对蒋介石采取退让，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人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控制了党政军大权。蒋介石说，这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此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农民运动，为以后创造性地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迈进了一步。这一年夏天，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北伐终成大趋势。这时候的北伐军共有8个军，总兵力有10万人。
而北洋军阀的兵力要强大得多。当时控制湘鄂豫3省及河北保定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兵力20万人。割据着赣、闽、浙、皖、苏5省的军阀孙传芳有兵力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了东3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山东，约有35万人。虽然从双方兵力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优势，但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失尽人心，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给北伐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出征大会上发表演讲。这时候，他已不是张扬地在嫡系部队第1军中开始清党。为什么他没有公开亮出清党的牌子，没有和共产党决裂？是因为在国民革命军的第1军至第8军当中，政治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有6个军的这个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在他更是了解到的。你像我们叶挺独立团，1半以上都是共产党员。另外，在这的学生当中，我说黄埔1期600多学生占了1半。北伐誓师大会召开的当天，作为前锋的叶挺独立团已经攻入湖南。在沿湘江北进中，他们战胜了数量超过自己4倍的敌人，首克长沙，出战告捷，赢得了北伐胜利的先声。以消灭军阀割据、统一中国为使命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第1次合作中最辉煌的一笔。1926年7月，北伐军首克长沙；10月攻克武汉；11月拿下南昌、九江；12月进占福州。紧紧抓住军权的蒋介石把大本营迁到了南昌。他用任命军长、师长的方法，很快收编和控制了一大批军阀部队。到1926年底，他掌握的军队已由出征前的8个军扩大到40个军，共30万人。打到长江，定夺东南的态势，让广州沉浸在北伐胜利的气氛中。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这也是中山先生生前的愿望。鲍罗廷没有想到，随着迁都的队伍离开广州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这个南方的城市了。蒋介石已逐渐冷落了他。坐在赣江小火轮北上的途中，看着贫瘠的乡村，鲍罗廷甚至飞过一个念头，想到贫穷的中国腹地去寻找革命的动力。但他不会想到，窗外不远处的罗霄山脉将会成为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根据地。1926年12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招待迁都官员的晚宴上，让鲍罗廷坐在他的身边。他在欢迎词中这样说：鲍顾问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导师。今天我特代表民众的意志，欢迎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的导师。鲍罗廷绝不会想到蒋介石对他的真实想法。同一时期，
在日记里，蒋介石则是这样写的。他说：“鲍罗廷故为罪人，而趋炎附势之类，更可杀也。”就在同一天，在莫斯科，斯大林也发表了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说：“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斯大林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再退让，换来的将是什么？1927年2月，北伐军平定浙江；3月，占领安庆、南京、上海，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在北伐当中，蒋介石他任北伐军总司令一路打来一直从武汉到解放南京，占领上海打过来。也就是说，他身边云集了很多当时的，也就是说国共两党的精英。那么他们对蒋介石的这种野心有没有察觉？应该说有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我们的口号很明确，就是反帝反封建，实现北伐，实现中国的统一。因为当时的国共两党的精英，他们的政治抱负也都是这样，就反帝反封建，就说是衷心拥护蒋介石来完成这个北伐的，否则的话就没有那种拼命精神，所以才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此刻各种势力都在进行调整。蒋介石的指挥部一时间仿佛成了一块磁石，日本的代表、亲英美的政客、江浙财团、上海的大资本家踏破了门槛。北伐战争打到长江流域了，是吧？这些列强势力都出来表现了，是吧？一看北洋，要倒掉，北洋政府要倒掉，那么一个新生的一股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是吧？控制了长江流域，是吧？有军事力量，有政治力量，也打到长江，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吧？这个各个国家拉拢的对象，用过去思维讲，帝国主义赶车中国革命，帝国主义要拉了，所以我感觉呢，要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是吧？这个列强在华力量的一种调整，与共产党决裂的时机逐渐成熟了。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一次演说中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对共产党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利。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枪杀。3月17日，九江总工会被捣毁。3月23日，安庆总工会被捣毁，死伤多人。为什么蒋介石最终走向了，是吧？跟共产党坚决对立，它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最后爆发，走向了一个坚决反共的一个这个道路，是吧？就他思想的反共那一面，是吧？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共产党人为配合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军阀统治，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建起了市民政府。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了上海，各方势力都带着疑虑审视着这位总司令。上海的影院开始上映纪录片《
蒋介石北伐记》。报纸上开始刊登介绍蒋介石的照片和文章。蒋介石司令部布告说，对租界没有收回之意，但是对工人纠察队布告说要受军事当轴的节制。谁是军事当轴呢？除了蒋介石，还有谁呢？上海开始出现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谣言，报端开始出现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陈独秀真心诚意地想缓和局面，蒋介石紧锣密鼓地暗布杀机。在武汉的国民党人一面在为蒋介石越来越滑向独裁焦躁不安，一面又寄希望于他能回心转意。鲍罗廷也不主张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4月5日，还公开发表了一个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乐观与焦虑，自信与盲目，各种复杂的情绪在大革命的十字路口混杂呈现着。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又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他，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斯大林根本预料不到，他想挤干扔掉的柠檬正在准备把它扔掉。蒋介石让鲍罗廷离开中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6天后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布的通缉令上，第一个被通缉的就是鲍罗廷，接下来是陈独秀、林伯渠、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物193人。共产党人的苦难就此开始。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志士就达31万多人，26000多名共产党员在这一时期被杀害。周恩来万分痛心地说，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412反革命政变震惊了莫斯科，红场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内灯火通明。收到中共中央报告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发电询问情况是否属实。搞清了情况，他给鲍罗廷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尽快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成立军事法庭，承办叛乱的反动军官。本来这个指示是发给苏联顾问们的，本来应由他们回电，但是他们却让陈独秀出面做了一个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1927年的中国是血腥的。李大钊也被北洋政府逮捕了。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在监狱里，李大钊说，共产主义必然得到胜利，绝对不是杀可以解决的。此时他才38岁。4·12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怀揣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血腥的屠杀吓到，他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高举起武装反抗的大旗，奏响一曲民族复兴的热血壮歌。